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吴若谦医生。今天我想聊一个关键话题，很多糖友按时用药，却认为有药兜底，吃喝就能放松。我必须告诉大家，如果一直抱有吃药打针就能任性吃的想法，心梗、中风、失明、尿毒症这些并发症就像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爆炸。药一把把吃，针一天天打，血糖却像过山车，最终全身器官受损。这是因为所有药物都只是救兵，真正决定胜负的是你每一餐的饮食和每一天的生活方式。请大家记住，长期高血糖就像把全身血管、神经和器官泡在糖水里，这种腐蚀悄无声息，等到视力模糊、脚发麻或身体浮肿时，损伤往往已不可逆，后悔也晚了。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日常生活中必须守住的防线，6种饮品坚决不碰，3类食物严格忌口，2个习惯必须坚持，不用多花1分钱，只要认真照做，你的血糖有很大机会一辈子平稳，这才是远离并发症、保证晚年生活质量的根本。如果你关心自己或家人的健康，请订阅健康之道频道，不错过每一期实用知识。如果觉得内容有用，请点个赞鼓励，或在评论区输入1，也可以分享给身边需要的糖友和家人。好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，来看糖尿病人必须做好的第一件大事，有6种饮品，您再馋，为了身体也得忍住，坚决不要碰。老话说病从口入，很多朋友控糖，眼睛只盯着桌上的大鱼大肉和米饭，却完全忽略了每天要喝好几次的水。对于糖友来说，选对喝的东西，有时候比选对吃的菜还要关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液体里的糖分，那是隐形的刺客，吸收速度特别快，几乎是毫无阻拦的直接冲进您的血液里，对血糖的冲击力极大。下面我详细说的这6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在心上。第一种就是各种碳酸饮料和果味饮料，这个大家最熟悉了，像可乐、雪碧这些带气的，还有超市里那些颜色特别漂亮，什么桃子味、葡萄味的饮料。有的朋友可能会想，可乐我知道糖多，我不喝，我喝点这种水果味的水，听起来健康点，总可以吧？我告诉您，大错特错。很多这种所谓的果味饮料，里面根本就没多少真果汁，全是糖浆、香精、色素勾兑出来的糖水。您别看它一瓶也就500毫升，这里面的添加糖随随便便就能超过50克。50克糖是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您一口气直接嚼下去10到12块那种方方正正的咖啡方糖。您平时喝咖啡可能放1块就觉得甜了，这10几块糖喝下去，您的血糖会怎么样？那简直就是坐上了火箭，嗖一下就冲破安全线了。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糖分负荷，对我们本身就已经很脆弱的胰岛功能来说，是一次沉重的打击，它根本承受不起。第二种是甜奶茶，现在满大街都是奶茶店，不仅是年轻人，很多中老年朋友看着也眼馋，有时候孙子孙女孝顺，买一杯回来也让您尝尝鲜。但是吴医生在这里要大声疾呼，奶茶对糖尿病人来说，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甜蜜的毒药。您千万别被半糖、微糖这些字眼给骗了，即便这样标注，一杯奶茶里的含糖量依然非常惊人，更别说全糖的了，一杯下肚30克、40克的糖瞬间就进去了。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很多奶茶用的不是真牛奶，而是奶精，这里面含有反式脂肪酸，对心血管非常不好，再加上里面那些糯叽叽的珍珠、芋圆，全是精致碳水化合物。您想想，这一杯混合物喝下去，糖、坏脂肪、快消化的碳水全齐了，您这半天甚至1天的血糖都别想安稳降下来了。第3种是果汁，这一点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，甚至很多觉得自己在保养的人都会中招，所以我必须重点强调。很多朋友觉得外面卖的饮料不健康，那我自己在家里用新鲜水果榨汁，100%纯天然，总该没问题了吧？吴医生告诉您，这个想法非常危险。完整的水果确实是好东西，因为它里面富含膳食纤维，当您吃一个苹果，需要一口一口咀嚼，这个过程中纤维会包裹着糖分，让糖分缓慢的释放被吸收。可一旦您把它榨成了汁，这个过程就完全变了，那些宝贵的膳食纤维几乎被破坏过滤掉了，剩下的就是一杯浓缩的糖分高度集中的水果糖水。您想想，
吃一个橙子您就有点饱腹感了，但榨一杯橙汁，轻松就用掉3-4个橙子。这一杯橙汁里的果糖含量是惊人的，而且因为没有纤维的缓冲，它们会以数倍于吃水果的速度被您的肠道吸收，直冲血液。所以，哪怕是超市里卖的标着100%纯果汁的，对于需要控糖的您来说，也绝对是红灯禁区。想吃水果，老老实实用牙齿去啃，享受咀嚼的过程，千万别图省事榨成汁。第4种是功能性饮料，有些朋友觉得累了、乏了，或者要开车出远门，喜欢喝点像红牛这类的东西来提神。但这种饮料可以说是给心脏和血糖上了双重重担。为了快速提供能量，它的含糖量极高，同时它还含有咖啡因、牛磺酸等成分，用来刺激您的神经兴奋。我们糖尿病人的神经系统本来因为血糖的波动就比较脆弱，再被这么一刺激，很容易引起心慌、心跳加速，甚至失眠。而睡眠一旦不好，第2天的空腹血糖几乎必然会升高，所以它根本不是补品，而是您身体额外的代谢负担。第5种是酒精饮品。咱们的文化里常有小酌怡情的说法，但对于血糖已经亮起红灯的朋友，这杯酒我劝您最好还是放下。无论白酒、啤酒还是红酒，酒精对糖尿病的影响都非常复杂。首先，它会严重干扰肝脏的正常工作。我们的肝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，就是储存糖原并在需要时释放葡萄糖，以维持血糖稳定。当酒精进入体内，肝脏就得优先忙着去分解酒精、解毒，它就顾不上调节血糖这个本质工作了。这时候很容易发生低血糖。您没听错，是致命的低血糖。尤其是在空腹状态下喝酒引发的低血糖非常危险，可能导致昏迷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其次，长期饮酒会升高血脂，导致脂肪肝，这些都会加重胰岛素抵抗，也就是说，会让您吃的降糖药打的胰岛素效果越来越差。为了长远的健康，咱们还是以茶代酒吧。第6种是各种花式咖啡。很多朋友有喝咖啡的习惯，这本身不是坏事，纯的黑咖啡甚至对健康还有些益处。但现在流行的是什么？是拿铁、摩卡、焦糖、玛奇朵。这些咖啡上面挤着一大坨奶油，下面盛着厚厚的糖浆或巧克力酱。这一杯喝下去，您摄入的热量可能比一顿正经饭还高，糖分更是直接爆表。您喝的已经不是咖啡了，而是一杯穿着咖啡外衣的液态甜品。说了这么多绝对不能碰的，那糖尿病人到底该喝什么呢？答案非常简单，也是最有效的，白开水。白开水零热量、零糖分、零负担，它是身体最好的清洁剂和稀释剂，能帮助您冲淡血液，促进代谢废物的排出。如果您实在觉得白开水没味道，喝不下去，那我推荐您喝淡茶水，比如绿茶、红茶、普洱茶或者一些花草茶，像菊花茶、金银花茶，味道清香，还能帮助清热。茶里的茶多酚等成分对保护血管也有好处。请记住，每天保证喝够1500到2000毫升的水，大概就是7到8杯，这就是给您身体内部做的最好、最经济的大扫除。讲完了喝，我们来看必须做好的第2件大事，有3类食物，请您严格管住嘴，把它们列入饮食的黑名单。饮食控制是糖尿病管理的核心，可以说是成也饮食，败也饮食。吃对了，血糖稳如磐石；吃错了，再好的药也难发挥效果。下面这3类，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，主动远离。第1类是各种甜食和精加工的糕点零食，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懂，但就是败在残字上，像蛋糕、饼干、巧克力、蛋黄派、桃酥、沙琪玛，这些东西看起来精致诱人，吃起来香甜可口，但它们是由什么构成的呢？大量的白砂糖、精白面粉，还有黄油或起酥油，这3样组合在一起，就是一颗标准的升糖原子弹，热量极高，营养极低。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种陷阱食品，无糖饼干。很多朋友一看无糖就放心买了，你要留个心眼，它可能只是没有添加蔗糖，但它的主要成分依然是淀粉啊。淀粉吃进去，在消化系统里很快就会转化成葡萄糖，升血糖的速度一点也不慢。所以这类东西除了能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，带给您的只有飙升的血糖和增加的体重。
有百害而无一利。第二类是过于精细的主食，这一点对很多朋友来说最难，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就是得吃口饭才叫吃饭。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馒头，口感软糯香甜，我们吃了几十年了。但问题就在于，现在的粮食加工得太精细了，把小麦、稻谷外层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麸皮、胚芽全都去掉了，剩下的几乎全是容易被快速消化吸收的淀粉。您吃一碗白米饭，在升高血糖的速度和幅度上，和直接吃一碗糖水的差别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。长期这样吃，您的胰岛细胞就得不停歇的高强度工作，拼命分泌胰岛素来降糖，时间长了，胰岛累垮了，或者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了，也就是胰岛素抵抗，血糖自然就控制不住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难道不吃主食了吗？当然不是，主食是我们能量的重要来源。我要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叫偷梁换柱，把您家里常吃的白米白面拿出一半的量换成粗粮杂粮，比如糙米、燕麦、小米、黑米、荞麦、藜麦，还有玉米、红薯。注意是替代主食，不是额外加。这些粗粮口感上确实粗糙一些，但它们富含的膳食纤维就像一个缓释网，能把糖分包裹起来，让它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释放到血液里，血糖自然就平稳多了。您不妨从今天开始试试，煮饭时抓一把糙米或燕麦进去，做成二米饭，或者早上煮一碗杂粮粥。您会发现，原来吃一碗白米饭，现在吃半碗杂粮饭，饱腹感更强，更顶饿，血糖还不会猛升。第三类是油炸食品和高脂肪的零食，比如早餐的油条、油饼，快餐店的炸鸡、薯条，超市里的薯片、膨化食品，还有火腿肠、午餐肉这类加工肉制品。这类食物有2个致命问题，第一是热量爆炸，经过油炸，食物吸饱了油，热量比原来高出好几倍，而肥胖正是糖尿病最亲密的兄弟，体重每增加一点，血糖控制的难度就加大1分。第二是干扰代谢，大量的油脂摄入会让您的血脂升高，血液变得粘稠，这种内部环境会直接阻碍胰岛素发挥作用，让降糖事倍功半。而且很多加工零食里还藏着大量的盐和添加剂，对控制血压和保护肾脏都极为不利。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吃才对呢？吴医生给大家总结3个黄金吃饭法则。第一，蔬菜要当主角。每顿饭您盘子里的绿叶蔬菜，比如菠菜、油菜、西兰花、芹菜或瓜茄类蔬菜，比如黄瓜、冬瓜、番茄的量要占到一半。这些菜热量低，纤维高，体积大，能有效占据您的胃容量，保证每餐至少吃上一盘大约200到300克。烹调时记得少油少盐，多采用凉拌、清蒸、白灼的方式。第二，优质蛋白质不能少，蛋白质消化慢，抗饿，也能延缓主食的消化速度。每天保证1个鸡蛋、1杯牛奶或无糖豆浆。再吃上一掌心的瘦肉，优先选择鱼、虾、去皮的鸡鸭肉，或者瘦的牛羊肉，或者1块豆腐。第三，学会吃饭顺序。这个小技巧简单又神奇。吃饭时先喝几口清汤，如果有，然后大口吃蔬菜，接着吃盘子里的肉、蛋、豆制品这些蛋白质，最后再开始吃您那一小份杂粮主食。这个顺序的好处在于，先用蔬菜的纤维在胃里打个底，形成一个保护层，然后再吃进去的米饭就会被这些纤维和蛋白质包裹住，消化吸收的速度大大减慢。有明确的研究表明，仅仅是改变这个吃饭顺序，就能让餐后血糖的峰值下降 10% 到 15%。这么好的办法，您今天晚上吃饭时就立刻试试看。吃喝这2大关把住了，我们就得说到动和养了。这就是糖尿病人必须做好的第3件大事，养成2个受益终身的习惯，并且雷打不动地坚持下去。第一个必须坚持的习惯是合理的运动。我常常说，运动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、完全免费的降糖药，它的效果有时候比吃药还来得直接和持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您运动的时候，全身的肌肉都在收缩，它们会变得非常饥饿，会主动地从血液里抓取葡萄糖来燃烧，为自己提供能量。这就相当于不依赖胰岛素，直接消耗掉了血液里的糖分。而且长期规律的运动能从根本上改善胰岛素抵抗，让您身体细胞对胰岛素更敏感，
让胰岛素这个钥匙开锁的效率更高。数据不会骗人，长期坚持规律运动的糖友，他们的血糖长期稳定达标率比不爱动的人要高出将近 40%。那具体该怎么动呢？我给您几个清晰的建议。一、运动方式选择您喜欢的，能坚持的，快走、慢跑、打太极拳、跳广场舞、骑自行车、游泳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。二、把握运动强度，运动时感觉身体发热，微微出汗，呼吸和心跳比平时加快，但还能和身边的同伴正常聊天，只是没法轻松唱歌，这个强度就是最适合您的有效强度。三、保证运动频率和时间，理想的状态是每周坚持至少5天，每次连续运动30分钟左右。如果刚开始体力不够，可以从10分钟、15分钟开始，慢慢增加。四、选对运动时机，千万不要空腹运动，容易诱发危险的低血糖。最好的运动时间是餐后1小时左右开始，这时候食物消化，血糖正在上升，您一动，正好把上升的势头给压下去。这里吴医生要特别叮嘱一句，出门运动时，口袋里一定记得揣上2块糖果或1小包饼干，万一运动过程中感觉头晕、心慌、出冷汗、手脚发软，这是低血糖的典型信号，马上停下来，把糖吃下去，能救急。如果您的年龄较大，或者膝盖、心脏不太好，开始运动计划前，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，选择最安全、最适合您的运动方式，千万不要勉强。第二个必须坚持的习惯是规律、充足的作息，这一点很多年轻朋友做不到，但我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努力做到。很多人忽略了睡眠对血糖的巨大影响，您有没有发现，如果前一天晚上失眠了，或者追剧熬夜到很晚，第二天早上的空腹血糖测出来10有8九会偏高，这不是巧合，因为熬夜、睡眠不足会让您的身体误以为遇到了危险或紧急状态，于是它就会分泌大量的应激激素，比如皮质醇、肾上腺素。这些激素是干什么的？它们正好是胰岛素的死对头，它们的工作就是升高血糖，为身体准备逃跑或战斗的能量。所以您熬的不是夜，是在亲手给自己的血液里加糖啊！给大家3条具体的作息建议：一、尽量固定您的生物钟，每天在同一个时间点睡觉，同一个时间点起床，周末也不例外。二、保证睡眠的量和质，每天睡足7到8个小时，并且要追求深睡眠，让身体得到彻底修复。三、把握关键时间点，争取晚上11点之前能躺到床上，早上7点左右起床。中午如果困了，可以小憩20到30分钟，但不要睡太久，以免影响晚上的睡眠。说到最后，我还想补充3点，这3点虽然不直接关乎吃喝运动，但却决定了您控糖的大计能否长久稳定地坚持下去，可以说是控糖的灵魂。第一点是心态的调节。老话讲，气大伤身，对于糖尿病人，我要说气大伤糖。焦虑、烦躁、生气、抑郁这些负面情绪会通过复杂的神经系统影响到您的内分泌。您一发火、一紧张，身体里的升糖激素就跟着着火了，血糖能不上去吗？有研究显示，长期处于精神紧张、情绪波动状态下的糖友，他们的血糖波动幅度要比心态平和的人高出 20% 以上。朋友们，咱们到了这个年纪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很多事情要学会看开放下，多给自己找点乐子，养养花草，听听戏曲，练练书法，或者找老朋友散散步，聊聊天。当您的心情舒畅了，放松了，您会惊喜地发现，血糖也跟着听话了很多。第二点是长期的监测与复查。管理糖尿病是一场持久战，甚至是一辈子的事，不能跟着感觉走，必须靠数据说话。家里一定要备一个可靠的血糖仪，别怕麻烦，别怕扎针那一下轻微的疼。这就好比开车要看仪表盘，您得知道自己血糖的实时路况，每天规律的测一测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，拿个小本子认真的记下来。定期去医院复查时，把这个记录拿给医生看，医生才能根据您最真实的情况，精准地为您调整治疗方案。除了日常自测，每3到6个月一定要去医院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，这个指标能非常客观地反映您过去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，是做不了假的。
是衡量您控糖成果的金标准。另外，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的并发症筛查，比如查查眼底、查查尿微量白蛋白、评估肾脏、做个心电图等，目的就是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苗头最早的发现并处理掉。第3点是家人的理解与支持。如果您的家人是位糖友，那么您的角色至关重要，请在做饭时多迁就一下他们的饮食要求，全家一起吃得清淡些、健康些。请不要在他们面前大吃大喝那些他们不能碰的甜点零食，这是一种温柔的体谅，多鼓励他们，陪他们一起饭后散散步。有大量的研究表明，拥有家人全力支持和关爱的糖尿病患者，他们的血糖控制达标率、生活满意度和治疗信心都要远远高于那些孤军奋战的人。您的一句今天血糖测得好，真棒，可能比任何药物都更能给他们力量。朋友们，今天聊的都是控糖关键，为方便记忆，吴医生最后为您总结核心要点。第一，6不喝：含糖汽水、甜奶茶、果汁、功能饮料，所有酒精和花式咖啡，请从日常中划掉。白开水和淡茶才是最健康的选择。第二，3不吃：甜点、零食、精米白面、油炸高脂食物，需严格忌口。把一半细粮换成粗粮，多吃绿叶蔬菜，控糖就成功了一大半。第三，2坚持：一是坚持饭后运动，每周5次，每次30分钟，强度适中，记得备好糖果。2是坚持规律作息，晚上11点前睡觉，保证优质睡眠。第四，3灵魂心态平和，血糖才稳，勤测血糖与糖化血红蛋白，这是您的导航仪和成绩单。家人支持、健康餐和陪伴散步是最好的辅助治疗。请记住，药物和胰岛素只是拐杖，不能替您走路。真正保护眼睛、肾脏、腿脚健康的，是您对每一口食物的谨慎、每日锻炼的汗水，以及平和愉悦的心情。健康就握在您每日的自律里。如果您觉得今天内容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写下稳如泰山，为自己打气，也给我一个信号。也请把这份分享转发给身边需要的亲友，多一人看到，就多一人受益。我是吴若谦医生，下期再见。